进入4月以来，美国与菲律宾之间的军事联演一个接一个。先是美澳日菲4国在南海海域举行名为全面的海上联合军演，紧接着美菲盾牌24联演日前在吕宋岛展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联演中，美军首次在菲部署中程导弹系统，而美菲之间年度最大演习肩并肩也将于下周开启。目前，大批美军装备已经抵达菲律宾。日前，美国陆军联合太平洋跨国战备中心主导的美菲盾牌24联演在菲律宾吕宋岛展开，多达3900名美菲陆军参演。据悉，演习共分2个阶段，第一阶段举行一系列作战任务规划与专业技能交流，第二阶段共投入1500名美军与1800名菲军，在城镇与丛林环境中执行巡逻、扫荡、阵地防御、空中突击与单兵反装甲武器射击训练等科目。本次演习最特别之处就是美军新成军的第1多领域特遣队导弹连首次被派遣至印太地区。该特遣队所属的远程火力营已在今年1月完成了第2支操作陆基中程导弹的连队编组，将于吕宋岛北部的全领域作战中心指挥管制，验证防空、反舰与远程对地打击能力。除了第1多领域特遣队首赴印太外，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部于当地时间15号在其官网发布消息称，美军首次在吕宋岛北部部署了具备中程打击能力的低风导弹系统，并宣称这一部署具备里程碑意义。消息还指出，该导弹系统从美国华盛顿州的路易斯麦科德联合基地出发，搭乘美军 C-17 战略运输机，在15小时内飞行近13000公里后抵达菲律宾。据美国突发防务网站报道，根据中导条约，美国曾同意不开发和部署射程在500公里至5500公里之间的陆基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但在2019年，时任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该协议。作为美国中程导弹的最新成果，低风系统将弥补美国陆军中程火力的空缺。从它的能力来讲，射程可以达到1000到2000公里之间，属于中导的范畴。它的射程比较远，威力比较大，精度比较高，对整个地区的控制能力应该说是比较高的，可以具备很强的威慑能力。2022年4月，美军为提升陆基中程打击能力，将机动中程导弹项目更名为战略中程火力，代号为低风。当年12月，洛马公司向美国陆军交付了首套发射系统，其每个发射器配备4单元垂直发射系统，能够发射对陆攻击型标准6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美国陆军计划组建4个战略中程火力导弹连，每个连将装备8枚战斧巡航导弹和8枚标准6导弹。对于美军在美菲军演中演练中程导弹，有分析指出，按照美国军方定义，一体化威慑分为3种类型，即拒止威慑、韧性威慑和成本强加战略。美军通过在印太地区部署陆基中导，首先就是增强其在该地区的韧性威慑能力，其次试图以此将地区盟国和伙伴绑上战车。外界注意到，迄今为止尚无地区国家公开表示愿意在本国长期部署美军陆基中导。本月初，美军太平洋陆军司令查尔斯·福林曾在访日期间表示，美国陆军计划于今年年底前在亚太地区部署新型中程导弹发射系统。4月12号，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大校对此回应称，美国推动在亚太地区部署中导是一个危险的动向，将严重威胁地区国家安全，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中方坚决反对，并将予以坚决反制。我们敦促美方切实尊重他国安全关切，停止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应该说，这个导弹一旦在这里边全面部署的话，对整个地区来讲，是美国印太战略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美菲年度最大规模的例行演习肩并肩也将于4月22号到5月10号在吕宋岛巴拉望岛举行。2023年的肩并肩演习共有 1.76 万人参加，包括美军 1.2 万人、菲军5000余人、澳大利亚100人。而今年的演习规模预计将超过去年，成为史上最大规模的肩并肩系列演习。从目前透露的情况来看，演习科目将包括2栖作战、实弹训练、城市作战、航空作战、反恐、人
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等。此外，网络战与信息作战也将是演习的重点内容。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参演国除非美澳之外，日本也将改变以往以观察员身份参演，正积极协调准备派遣实际兵力参演。去年11月，日菲两国政府就启动互惠准入协定谈判达成共识。该协定一旦签署，将更加便于日本自卫队同菲军的人员往来。此外，在日前结束的美日菲三国领导人峰会上，三方就安全合作进行了多方安排，包括美日两国将继续支持菲海岸警卫队能力建设，建立三方海事对话机制，三国国防和海上执法力量还计划于2025年在日本附近海域开展联合演习等。另据菲律宾媒体报道，距离中国台湾岛仅140多公里的巴坦群岛也有希望继续成为今年美菲肩并肩军演的演习地域之一。有消息指，美军近期还计划在该群岛新建港口。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屡屡制造事端，甚至还跟随美国步伐，在台湾问题上指手画脚。有分析指出，此次借助肩并肩联合军演，美国将持续把菲律宾打造成西太平洋地区的前线军事投送基地，或将对地区安全稳定局势产生不利影响。在菲律宾的话呢，加紧靠向美国，并出让一些地方给美国建立基地，扩大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以后，应该说逐步形成了美国亚太战略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这样一种伙伴。对于菲美的军事合作，中方已经多次表明了严正立场。在17号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菲方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拉拢域外国家在南海炫耀武力、挑动对抗，只会加剧局势紧张，破坏地区稳定。试图引入外部力量来维护所谓的自身安全，只会导致自身更大的不安全，甚至沦为别人的棋子。我们敦促菲方停止在海上的滋事挑衅，敦促有关域外国家停止在南海挑动对抗。当地时间16号，中美经济和金融工作组在华盛顿分别举行第4次会议，进一步落实双方牵头人达成的共识，讨论后续沟通安排。同一天，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今年1季度国民经济运行主要数据，其中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3%，显示中国经济延续回升向好态势，开局良好。路透社等外媒对此评价称，中国1季度 GDP 增长稳健，这一结果不仅对实现全年经济增长目标具有积极意义，更体现了中国政府在兑现经济承诺方面所做的努力。据中国财政部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16号，财政部副部长廖民在美国华盛顿出席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春季会议期间，与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尚博共同主持召开中美经济工作组第4次会议。双方围绕落实牵头人重要共识，就全球及中美宏观经济形势和平衡增长、下步沟通安排等议题进行了沟通。中方就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了关切，并就产能问题作出进一步回应，双方同意继续保持沟通交流。同一天，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宣昌能和美国财政部助理财长奈曼在华盛顿共同主持了中美金融工作组的第4次会议，双方就两国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金融监管合作、金融市场制度性安排、跨境支付和数据、可持续金融、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金融基础设施以及其他双方关心的金融政策议题进行了沟通。美财长耶伦当天则分别会见了2个工作组的中方代表团。16号，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揭晓备受市场关注的2024年中国经济1季报。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今年1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29万629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3%，增长、就业、通胀、国际收支4大宏观指标总体保持稳定。GDP 增长是5.3%，是符合实际的。总的来看，1季度国民经济开局良好，积极因素累计增多，为实现全年目标打下了较好的基础。17号下午，国新办就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举行发布会。
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国民经济综合司司长袁达表示，经济结构调整稳中有进，三驾马车拉动更加协调，内需主动力作用持续显现，一季度内需贡献率为85.5%。香港中文大学刘佐德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庄太亮告诉深圳卫视，一季度第三产业数據亮眼，零售業的顯著增長和投資等方面的增加，為經濟穩定提供了支撐。如果你將個 GDP 炒嚟睇咧，咁出口嗰度咧，相對冇以前增長咁高啦。咁但係你睇零售嗰度咧，就增長好多啦。咁另外喺投資嗰方面咧，喺政府開支嗰方面都有增長嘅，所以基本上都穩定，而且睇到個零售都係有個比較高嘅增長，即係市民嘅消費信心咧就慢慢喺度建立嘅。莊太亮還指出，第三產業不僅能吸引更多高學歷年輕人投入相關行業，更將成為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服務業增長係對國家係重要嘅。第一咧就係即係佢會吸引一啲譬如比較高教育程度嘅學歷嘅後生仔啦，去有佢啲工種喺度啦嚇。咁但係亦都可以同世界接軌啦。咁我相信國家嗰個服務業整體咧就會隨住即係呢2年呢就慢慢會有急速嘅增長啦。對於一季度中國經濟運行情況，國際輿論都做出了積極評價。新加坡聯合早報評論認為，5.3%的增長超出市場預期。路透社評價到，中國一季度 GDP 增長穩健，這一結果對實現全年經濟增長目標具有積極意義。美國《華爾街日報》和彭博社的評論則認為，前3個月中國經濟增速加快，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中國政府大力推動製造業發展、投資固定資產等舉措。The positive silver lining here is that the fixed investments are actually quite strong. So that really shows that the government support is there. Companies are spending on factories, on building out their current locations. This is a positive. And it also shows that, during the NPC this year, we heard quite a bit about further support of the economy potentially going forward. So this shows that really coming through. 外界注意到，近期國際社會看好中國的聲音在增多。對中國發展的信心在增長，亞洲開發銀行、高盛、摩根士丹利等國際金融機構紛紛上調今年中國經濟增速預期。亞開行發布的2024年亞洲發展展望報告預計，2024年至2025年，中國將貢獻亞洲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46%，將繼續保持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經濟體。對此，在17號的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發言人林健表示，中國經濟基礎牢、韌性強、優勢多、活力足、潛力大的特點始終未變。即便未來面臨一定的風險困難，中國推進高質量發展、高水平開放的步伐不會停歇，經濟回升向好、長期向好的趨勢也不會改變。我們將繼續致力於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並與各國加強經濟合作，共同推動世界經濟復甦發展。